您先稍坐，我们老板马上到。好，谢谢。别动！萨拉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史密斯夫人，不如你先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回答我，你是谁？你不擅长伪装身份，如果实在想不到办法的话，宝宝，你学学我，浮夸又自信的演技。我的名字叫南彩云，是个私人保镖，是你父亲花钱请我来保护你的。胡扯！我父亲5年前就去世了。是，你父亲确实5年前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一次性付了我10年的报酬，而我是一个讲原则的保镖，哪怕雇主已经死了，我也会信守诺言，完成我的工作。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？那个重男轻女的混蛋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，更不可能花钱给我雇什么保镖。住口！你个无知小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父亲呢？你太不了解他了。他跟我说过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跟你说他爱你。是，他重男轻女，但你知不知道，你是他所有孩子里最器重的那一个。老板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你能不能等我先说完？我思路都没了。当然，他也曾经说过一些很混蛋的话。他说，要是萨拉是个儿子多好呀。他不敢面对你，他甚至不敢让你知道，他为了保护你，请了一个保镖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该跟你说这些。老板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接近你肯定是有目的的。你还有脸说呢？我问你，昨天萨拉在酒店里被迷晕，还差点被暗杀，当时你在哪儿？他怎么知道我昨晚被暗杀？我再问你，今天萨拉的酒里被下毒，还差点被害死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说话呀！你以为你能平安活到现在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废物来保护你吗？如果没有我，你早死了800回了。没用的东西！还愣着干啥呀？快点坐啊！不是要请我吃饭吗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刚才错怪你了。南彩云，多好听的名字，比史密斯可好听多了。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能再跟我多说一些关于我父亲的事吗？不着急，我之后跟你慢慢说。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？今天接孩子放学的时候，看见你了。小柔是我的女儿，刚转到你女儿班上。小柔是你女儿？你不是我的保镖吗？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我只负责你的人身安全，你其他东西我没兴趣。再说了，你知道我也是拖家带口的，又不是24小时只盯着你看，保镖也是有自己的生活的，好吗？那既然话都已经说开了，你以后就不用暗中保护我了，你来做我的私人保镖，我付钱给你。说句实话，我还挺喜欢你的，跟你在一起，
比跟那些臭男人在一起舒服多了。这事儿你干得漂亮啊！你现在成了萨拉的保镖，我们现在离进顾家又进一步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？萨拉到现在还不是很信任我。做你的私人保镖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得提几个条件。随便提。为了保障你的安全，我需要全面调查你工作上和你生活上所有有机会待的环境，包括影月楼的后院。那里不行。他这样的话，没办法工作。你知道吗？保镖和雇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信任。没有信任，没办法工作。除了这个，任何事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好，我不勉强你。不过有一个事情我必须要知道，就是你的人际关系。你最近2次连续被暗杀，我查到是你老公买凶杀人。这个你放心，我老公今天已经被正式逮捕了，他以后没机会了。可是据我调查所知，这件事跟顾家很有可能有关系。你还知道顾家？他到现在还不让我进后院，而且只要我每一次提到顾家，他都会终结话题。我家跟顾家是世交，这个你不用操心。顾家不喜欢抛头露面，所以关于顾家的话题到此为止。说明他对我是有顾忌的。路要一步一步走，事情要一步一步来。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，来庆祝一下。来。不过我还发现一件事。萨拉好像患有某种严重的疾病。附上了。疾病？对，而且奇怪的是，影月楼后院明明是他们安保最严密的地方。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再来找我。好，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小柔。不过，小柔毕竟是他的女儿，出现在那里也不算奇怪。算了，喝酒吧。走了。其实这2个人喝酒，不是单纯的喝酒，而是可以在一起多待一会儿。云藏起微光落在背影里，街角的落单长椅，收留情绪。谢谢。在夜空里月的轨迹，缝补着为悲伤疗愈，想靠近的勇气，驱散我的逃避。哎呀，猴子没了。小柔，小柔，小柔，小柔。老婆，顾夫人的管家，他那个黑色的箱子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东西，我去会会他。
南彩云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老公，我女儿小唐。听孩子说小柔生病了，孩子不放心，所以想来看看。阿姨，小柔在哪？她还好吗？小柔在休息呢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营养不良。阿姨，我能去看小柔吗？我还给她带了花。谢谢你啊。今天不太方便，等我回去告诉小柔，你来找过她，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约了客人，不方便招待你们。等改天我们再约时间，到时候再好好认识一下这位先生。今天就请回吧。好，替我送一下二位。是，谢。你不是说他昨天病得很严重吗？怎么今天跟没事人似的？我也纳闷呢，小柔的病也太突然了。小柔，妈妈需要你，再帮帮妈妈，好吗？小柔，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？